俄罗斯考虑将在远东地区设立第3首都，哪座城市可能性最大？俄罗斯近期在活动上的发言透露出对于建立第3个首都的慎重考虑。这一设想不仅令人回想起俄罗斯历史上迁都的传奇篇章，更凸显了普京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思熟虑。毕竟，作为一个国家的心脏，首都的安全与稳定，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。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，劳烦您点赞支持一下，记得长按点赞3秒，给个霸气鼓励，谢谢。1. 俄罗斯建立第3个首都。提及俄罗斯，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首都莫斯科，然而历史上也曾有过迁都。当年彼得一世为了谋求国家更大的发展，将首都从莫斯科迁往至更靠近欧洲的圣彼得堡。尽管后来首都再次迁回莫斯科，但圣彼得堡在俄罗斯人心中的分量依然举足轻重，被誉为第2个首都。如今俄罗斯提出建立第3个首都的设想，无疑是站在国家发展的高度进行考量。从安全角度来看，随着周边国家纷纷加入北约，俄罗斯的战略缓冲地带正逐渐缩小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2座重要城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胁，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，首都的安全问题更显得尤为突出。因此，建立一个备用首都，确保在紧急情况下政府机构的安全运转，成为俄罗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。从经济角度来看，圣彼得堡的建立加强了俄罗斯与欧洲的联系，推动了国家的经济发展。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，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日趋紧张，经济往来也受到了影响。为了寻求新的发展机遇，俄罗斯开始实施向东看战略，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合作。在这一过程中，远东地区的发展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因此，建立一个像圣彼得堡那样的第3个首都，不仅可以为俄罗斯提供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引擎，更能加强国家与亚洲国家的联系，推动国家向多元化、全球化的方向发展。这样的设想不仅体现了普京总统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洞察，更展现了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的雄心与智慧。2. 俄罗斯历史上的2大首都。尽管俄罗斯地域辽阔，横跨欧亚两洲，但无论是沙俄时期、苏联时代，还是现代俄罗斯，其历史根源始终与欧洲紧密相连。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横跨莫斯科河与支流亚乌扎河，面积约为2511平方公里。莫斯科不仅是俄罗斯交通的枢纽，更是全国铁路、公路、河运和航空的枢纽。电气化的铁路和公路网如同城市的血脉，连接着4面8方。作为俄罗斯铁路的心脏地带，莫斯科营运货物量约占全国总量的1/10。借助莫斯科运河、伏尔加河与市区紧密相连，使得莫斯科成为水上交通的重要节点，成为波罗的海、白海、黑海、亚速海及里海的5海之港。经济结构上，莫斯科早已超越农业的限制，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工业中心。其中重工业与化学工业尤为突出，机械制造业更是占据主导地位，产值超过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半。如今的莫斯科已然成为俄罗斯的经济巨擎，引领着国家的工业化进程。而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圣彼得堡是彼得大帝时期的重要都城，这座城市占地面积约1439平方公里，是俄罗斯的第2大城市。从1712年至1918年，长达2个多世纪的时间里，圣彼得堡一直是俄国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，被誉为北方首都。圣彼得堡不仅是俄罗斯联邦海军舰队的司令部所在，更在俄罗斯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，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综合性工业之城。它被誉为俄罗斯最西方化的都市，是连接俄欧的重要桥梁。作为俄罗斯第2大交通枢纽，圣彼得堡铁路网纵横交错，拥有俄罗斯最繁忙的海港和繁忙的国际航空港，与国内200余座城市及20多个国家通航，成为俄罗斯通往世界的门户。3. 俄罗斯会把第3首都设立在哪座城市？2021年，国防部长绍伊古曾提出一项大胆的建议，迁都至西伯利亚，而新西伯利亚市成为了他心中的理想之地。新西伯利亚位于鄂毕河之畔，地处西伯利亚平原东南，临近哈萨克斯坦东北。这座城市不仅农业丰饶，工业基础雄厚，更拥有俄罗斯第3大城市的人口规模，约160万人。迁都至此，既轻松控制中亚与蒙古，又与传统俄罗斯平原保持适当距离，减少传统势力的阻力。在面临西方战略压力的背景下，
迁都新西伯利亚无疑将大大拓展俄罗斯的战略纵深，提升国家的整体安全格局。伊尔库茨克市位于贝加尔湖西侧，毗邻蒙古与中国，仅一步之遥，铁路交通便捷，是中国战略支援的重要节点。该市处于俄罗斯东西铁路线的中心位置，便于掌控国家疆域。但伊尔库茨克市的人口规模尚显不足，若设为首都，则需深思如何吸引欧洲人口迁至于此，以扩大城市规模，提振经济活力，为国家的繁荣发展注入新动力。最后就是远东地区。尽管俄罗斯正在加大向东看的经济步伐，频繁出台相关政策和文件，但在此新建首都的可能性依然较低。首先，远东与俄罗斯西部相隔太远，建立新首都将加剧地域割裂感。其次，远东的人口稀少，如伊尔库茨克及远东联邦管区首府海参崴，人口均未破100万，且发展水平滞后，基础设施也未完善。由于这些地区经济基础薄弱，建设新首都的成本将远高于其他地区，因此在远东建立新首都的设想仍面临诸多挑战。